你是不是也发现了一个现象？每逢祭祀的时节，或是遇到家里有亲人往生，我们总是习惯去办理隆重的法事。我们总以为仪式办得越盛大，烧的东西越多，地下的亲人就会过得越好。可是静下心来仔细想想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很多人明明把祭祀办得风风光光，烧了金山银山，可是回过头来，自己的生活却还是很不如意。其实生死之间的联系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们以为的孝顺，有时候可能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执念。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或许会彻底打破你过去几十年的认知，让你明白，真正能让逝去亲人得到安宁，能让我们自己过得平静顺遂的关键，从来都不是那些看得见的金银财宝，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无形之物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名叫冯远，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。冯远的父亲是镇上远近驰名的老工匠，一辈子只专注做一件事，雕刻神主牌位。老人家常说，那一方小小的木牌绝对不是一块死木头，它是祖宗魂魄暂时栖息的家。所以他每一次下刀都带着深深的敬畏，把自己的心神都注入进去。可是年轻时候的冯远对父亲的这一套说辞可以说是嗤之以鼻。他总觉得这不过是些老派的思想，是父亲为了糊口编出来的道理。他一心向往外面的大千世界，觉得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一定能在商场上闯出一片天。面对儿子的不以为然，父亲从来不生气，只是默默看着他，语重心长地说：阿远啊，人活这一辈子，看不见的东西往往比看得见的东西更重要，你将来总有一天会明白的。冯远当时根本听不进去，直到3年前，父亲毫无征兆地倒在工作台旁，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把用了几十年的刻刀，就这样离开了人世。办完后事，冯远把父亲那间名为陈谷斋的工作室锁了起来。那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房间，没有什么阴森的气息，只有满屋子的木屑味和淡淡的檀香。他带着妻子和所有的积蓄，头也不回地去了城里，做起了建材生意。起初的2年真的是顺风顺水，冯远赚了不少钱。他心里有些得意，觉得自己总算摆脱了父亲那套老旧的观念，活出了成功的人生。然而从去年开始，一切都悄悄变了调。先是一笔谈了很久，眼看就要签约的大单子，对方忽然在签约前一晚变卦，让冯远损失惨重。紧接着存放货物的仓库无缘无故发生了火灾，把一批上好的木料烧得一干二净。祸不单行的是，随着事业跌落谷底，冯远的精气神也仿佛被抽干了。他开始整夜的失眠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梦里也是光怪陆离，常常惊出一身冷汗。白天的时候，他总是觉得心神不宁，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虚弱和恐慌，让他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。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，他开始频繁地梦见父亲。在梦里，父亲总是在那间普通的房间里，穿着生前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褂子，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那些还没有刻上名字的牌位。父亲的身形看起来消瘦了许多，脸色灰蒙蒙的，带着一种化不开的愁苦。父亲从来不跟他说话，只是当冯远靠近的时候，缓缓地摇着头，眼神里充满了悲伤。每一次从这样的梦中惊醒，冯远都心乱如麻。他开始怀疑，是不是父亲在地下过得不好，是不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在怪罪他。为此，冯远花了很大一笔钱买了成堆的纸钱、金元宝
还扎了最华丽的纸人纸马烧给父亲。他以为只要把物质给足了，父亲就能安息，自己的运势也能好转。可是这一切都毫无用处，生意依旧一败涂地，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。梦里的父亲也一天比一天愁苦，妻子看着他日渐憔悴，便劝他回安陵镇的老宅走一走，沉淀一下心情。冯远心里烦闷，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回到了故乡，推开那扇布满灰尘的木门，走进父亲生前工作的那间普通的房间。一股熟悉的木香扑面而来，让冯远的眼眶瞬间红了。屋子里的一切都保持着父亲离开时的模样。鬼使神差的，冯远拉开了工作台最下面的一个抽屉，那是父亲生前从不准他碰的地方。抽屉里没有房契、地契，也没有任何值钱的金银珠宝，里面只有一本用牛皮纸包着的旧笔记，还有一只用红布仔细包好、栩栩如生的小木鸟。冯远认得这只鸟，那是他小时候吵着要父亲亲手为他雕刻的同心鸟。他一直以为早就弄丢了，没想到竟然被父亲妥善收藏在这里。他翻开那本笔记，里面没有记录账目，也没有传授雕刻手艺，而是写满了让他大惑不解的文字：浑生于天，迫降于地，人之死，非气散也，乃阴阳分离。后人所传之性，非金银，乃心念之波也。波强则浑安，波弱则破散。真正能通达幽冥，慰藉先祖者，唯有三样无形之物。三样无形之物到底是什么？冯远像个溺水的人抓到了浮木，急切地往后翻，可是后面的内容大多是些看不懂的符号和图谱，完全摸不着头绪。就在他毫无头绪的那个晚上，他决定留在老宅过夜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万籁俱寂，冯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突然，一阵细微的声音打破了宁静，叩叩，声音很轻，却异常清晰。冯远起初以为是老鼠，或者是风吹动了窗棂，但那声音非常有节奏，而且竟然是从供奉父亲牌位的神桌方向传来的。他大胆地拿着手电筒走过去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倒抽了一口冷气。那只原本被他放在桌上的同心鸟正微微地颤动着，发出叩叩的声响，仿佛在急促地敲打着什么。而鸟喙指着的方向正是门外，也是他一直以来内心最深层的焦虑与恐慌所在。这只鸟到底在传递什么讯息？父亲笔记里那三样无形之物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惊天秘密？走投无路的冯远脑海中忽然闪过了一个人影，秦伯，那是父亲生前唯一的挚友，一个懂阴阳、知因果、住在镇东头关帝庙里的奇人。明天一早，他必须去见秦伯，因为他隐隐感觉到这扇连接生死、通达阴阳的大门即将在他眼前彻底被推开。冯远手里紧紧握着那只木鸟，整整一夜没合眼。天刚蒙蒙亮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，来到了镇东头的关帝庙，找到了父亲生前的挚友秦伯。秦伯是个隐于市井的高人，平日里深居简出。他看见冯远那副憔悴、满眼血丝的模样，再看看他手里紧抓着的木鸟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你父亲啊，是个看得比谁都远的人。秦伯接过那只木鸟，用长满老茧的手指轻轻抚摸着。他这辈子都在跟无形的东西打交道，这只鸟是他当年用100年雷击枣木的心材亲手为你雕刻的同心鸟。这可不是普通的木雕，而是一个能感知能量的感应器。冯远听得毫无头绪，连忙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秦伯指着木鸟，
语气变得非常凝重。你夜里听到的叩击声根本不是你父亲在向你求救，而是你的思念之声出了大问题。这只鸟感受到了你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负面能量，它承受不住这种压迫，所以在向你示警。各位朋友，听到这里，我们不妨先停下来想一想，我们平时在心里思念逝去的亲人，或者逢年过节去祭拜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很多人拿着香，心里念的往往是：爸妈，我最近事业遇到瓶颈，快撑不下去了，求你们保佑我渡过难关。我现在生活压力真的好大，心里好慌，请你们一定要帮帮我。我们总以为把心里的苦水倒给亲人是一种依赖，也是一种思念，但在佛学的维度以及阴阳能量的底层逻辑里，这其实是一种充满着焦虑、匮乏与所求的杂音。你以为你传递过去的是思念，但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听来，那是一阵阵刺耳的杂音，就像收音机调错了频道，不断发出那种尖锐、让人心烦意乱的干扰声。秦伯看着冯远，一字一句地说：真正的思念是一种平静、绵长而且温暖的频率，是你在看到父亲生前用过的工具时，心里涌起的那种温柔，是你在安安静静的时候，在心里默默地跟他说一声：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您放心。这种平和、不带任何所求的思念，才会化作一阵清风，抚慰先人的神识，让他们感到安宁。可是你呢？秦伯的话像一根针一样扎进冯远的心里。你自从生意受挫之后，心里充满了恐慌、焦虑，还有对未来的迷茫。你嘴上说着想念父亲，心里却是不断地在向他所求，希望他能帮你收拾残局。你这种驳杂不堪、充满恐惧的能量传递过去，对你父亲来说就是最痛苦的折磨。他日夜被你这种焦虑杂音包围，他怎么可能安息？他怎么可能不愁苦？听到这里，冯远双腿一软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原来那夜夜不休的叩击声，不是父亲在怪罪他，而是父亲因为他的焦虑而感到痛苦。他以为自己是在尽孝，在思念，实际上他只是在宣泄自己的恐惧。他不仅没能给父亲带去慰藉，反而成了搅扰父亲安宁的罪魁祸首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佛法里常说的万法唯心造。我们的心念就是最强大的发射器。当我们活在恐惧、抱怨和无止境的事业焦虑中时，我们与祖先之间的连结就会被这些浑浊的能量给堵塞。我们烧再多的纸钱，摆再多的贡品，都无法穿透这层由我们自己制造的焦虑屏障。冯远终于明白笔记里提到的第一个无形之物——思念之声，原来就是我们内心的频率。他擦干眼泪，抬起头看着秦伯，声音颤抖却坚定地问：秦伯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还能为我父亲做些什么？秦伯没有马上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缓缓吐出了12个字：端正己身，清净己心，勤勉己力。秦伯告诉他，笔记里提到的第二个无形之物叫做血脉之气。什么是血脉之气？我们常说血脉相连，祖先跟子孙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能量管线，这条管线里流动的就是你当下的生命状态。如果你每天无所事事，活得像一滩烂泥，那你传递过去的就是冰冷污浊的能量。但如果你活得堂堂正正，精神饱满，那你传递过去的自然就是温暖的光明。各位朋友，我们来对照一下现代人的生活。很多人整天坐在家里滑手机，熬夜不睡觉，
遇到一点困难就唉声叹气，怨天尤人。在佛学看来，这种人的气是堵塞的，是停滞的。你用这种充满负能量的状态去祭拜祖先，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吹去一阵阵凛冽的寒风啊。冯远听完彻底醒悟了，他回到家做了一个彻底的断舍离。他把家里那些虚荣的华贵衣服，过去在商场上应酬赢来的玉佩，全部拿去当铺换了钱。他拿着这些钱一家一家的去把欠下的债务还清，并且彻底跟那些酒肉朋友断绝联络。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没有马上去做什么大生意，而是去城东的木材行，求掌柜给他一份最粗重的活，劈柴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冯远的手上全都是血泡，肩膀酸痛的连手都抬不起来，汗水混合着木屑粘在身上，又痒又痛。有好几次他真的想放弃，但是每当他想放弃的时候，他就会想起父亲在梦里那愁苦的眼神。他咬紧牙关，把所有的力气都灌注在手中的斧头上，一斧一斧再一斧。就在这日复一日机械般挥洒汗水的过程中，冯远突然明白了，这劈开的哪里是木头，这分明是劈开他心里淤积已久的怨气跟惰性啊！每一次大汗淋漓都像是一次灵魂的洗涤，将他体内那些污浊的能量一点一滴的排空。这就是秦伯说的勤勉己力。当你专注在当下的劳作，不再胡思乱想，你的血脉之气就会重新流动起来，化作一股温暖的活水，去滋养你的先人。他的心终于在这劈柴的修行中慢慢沉静了下来。而那半夜叩门的同心鸟也悄悄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。在日复一日的劈柴劳作中，他敲击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声音也变得越来越轻柔。秦伯跟他说，第三个无形之物叫做德行之光。什么是德行之光？古人常说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这就是生命的三不朽。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做过的好事，累积的好名声，端正的品行，会化作一种无形的光芒。这道光我们凡胎肉眼看不见，但在另一个维度，它就是先人最温暖的宅邸，最坚固的保护伞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经典的佛教历史公案。当年南朝的梁武帝非常信奉佛教，他花了大把的国库银两，盖了无数间富丽堂皇的寺庙，还供养了成千上万的出家人。有一天，他遇见了禅宗的达摩祖师。梁武帝很得意地问：大师您看，我做了这么多善事，盖了这么多庙，我的功德有多大？结果达摩祖师只冷冷地回了他4个字：并无功德。梁武帝当场愣住了，我花了这么多钱，怎么会没有功德呢？达摩祖师告诉他，这些用钱砸出来的只是世俗的福德，那叫做有漏的果报。真正的功德是来自于内心的清净、谦卑，还有你在日常生活中的端正品行，这才是谁也抢不走的无相布施。各位朋友，这不就跟我们现在的祭祀一模一样吗？我们花大把钞票买最贵的纸钱，办最大的法会，以为这样就是在尽孝，就是在积功德。但其实真正的孝顺，真正的功德，是把你的日子过好，把你自己的人品端正起来。如果你在世间到处跟人结怨，为了利益算计别人，那你烧再多金山银山，你的先人在地下也依然是暗淡无光的。冯远彻底明白了这个道理。几年之后，他用自己老老实实做木工存下来的钱，重新开张了父亲的木作坊，挂上了冯记木坊的招牌。他做生意童叟无欺，手艺精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
他为人诚恳善良。镇上的人提到他，不再说他是个败家子，而是打从心底尊敬地喊他一声冯师傅。每当清明节，冯远去父母的坟前，不再烧那些虚无缥缈的纸钱，他只会带上自己亲手雕刻的一朵小木莲花，静静地放在墓碑前。而那只曾经半夜急促叩门的同心鸟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已经静静地停在冯家祖先牌位的正上方。它就像一只归巢的倦鸟，找到了最温暖的依靠，再也没有离开过。你过得好，他们便安宁；你活得光明磊落，他们便身处光明。原来，这才是最高级的超度。各位朋友，阴阳两界同根同源，其实这份德行之光与思念之深，不仅仅是对待已经离开的祖先，它同样适用于我们现在每天面对的家人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做长辈的，对待儿女的态度。随着冯远的心境转变，他这间普通的木坊不仅成了他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后来也成了街坊邻居、叔伯阿姨们喜欢来坐坐、喝口茶的所在。就拿镇上的陈阿嬷来说吧，这天清晨，镇上的早市刚刚热闹起来，卖菜的吆喝声、机车穿梭的引擎声，还有那刚出炉的包子热气，交织成一幅最寻常不过的生活风景。从早市提着大包小包菜篮走出来的陈阿嬷，眉头却是紧紧皱着的。陈阿嬷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但她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操烦。她操心大儿子的建材生意最近是不是又不景气了，她操心小女儿都快40岁了还不结婚，以后老了谁来照顾。她甚至连媳妇今天早上出门脸色不太好看，他都要在心里兜兜转转，猜想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。这天，陈阿嬷逛完早市，顺道走进了其楼下的冯记木坊。冯远正坐在工作台前，手里拿着砂纸，一点一点地打磨着一块上好的木料。看到陈阿嬷进来，冯远笑着放下手边的活，熟练地在旁边的小茶几上烧起热水，泡了一壶温润的高山乌龙茶。冯师傅啊，你说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？陈阿嬷喝了一口茶，忍不住开始大吐苦水。我每天早上天没亮就去土地公庙拜拜，初一十五也是鲜花素果供着，求神明保佑我那大儿子生意兴隆，小女儿早日成家。可是你看看，大儿子前几天又因为周转不灵在那边发脾气，小女儿过节回家跟我说没2句话就嫌我啰嗦，甩门就走。我把一辈子的心血都掏给了他们，怎么到头来家里总是乌烟瘴气的？冯远静静地听着，一边为陈阿嬷添上热茶，茶香在室内氤氲开来，带着一种让人安定的力量。阿嬷，您对孩子的心，天地可见。冯远温和地开口，但您有没有想过，您每天去拜拜的时候，心里发射出去的是什么样的能量？陈阿嬷愣了一下，什么能量？当然是希望他们好的能量啊。冯远摇了摇头，指着茶几上那杯茶说，阿嬷，佛学里讲万法唯心造，您嘴上求着他们好，可是您心里装满的全是恐惧和担忧。您担心儿子破产，担心女儿孤老终生，担心媳妇不孝顺。您这份沉甸甸的操烦，其实就是一种最强大的执念。看着陈阿嬷似懂非懂的眼神，冯远继续说道，在佛法的智慧里，父母和子女之间是有着极深的能量共振的。我们前面说过，血脉之气，这条无形的线，活着的时候也是连通的。当一个做母亲的整天处在焦虑、担忧的状态里，您散发出来的磁场就是灰暗的、沉重的。孩子们就算不在您身边，他们在潜意识里也会接收到这种压抑的能量，他们会莫名的烦躁，
做事会觉得有阻力。这其实就是因为家里的根没有静下来。冯远的话让陈阿嬷陷入了沉思。他想起每次女儿回家，自己第一句话总是：你什么时候才要找对象？你这样以后怎么办？女儿原本轻松的脸庞总是在那一瞬间变得僵硬不耐烦。阿嬷，您听过哭泣的老婆婆这个佛教故事吗？冯远缓缓说起了一个古老的公案。在佛陀的时代，有一位老婆婆，每天都在路边哭泣，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，她的眼泪就没停过。一位修行者路过，问她为什么哭。老婆婆悲伤地说：我有2个女儿，大女儿嫁给了卖雨伞的，小女儿嫁给了卖面条的。晴天的时候，我担心大女儿的雨伞卖不出去，所以哭；雨天的时候，我担心小女儿的面条没法拿出来晒干，我也哭。您说我怎么能不哭呢？修行者听了，微微一笑，对老婆婆说：您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呢？晴天的时候，您就为小女儿高兴，因为她的面条可以晒得又干又好；雨天的时候，您就为大女儿高兴，因为她的雨伞一定会大卖。老婆婆一听，恍然大悟，从此以后，她无论晴天雨天，都笑口常开，成了一个快乐的老婆婆。冯远看着陈阿嬷，语气轻柔，却充满力量。阿嬷，事情没有变，女儿还是那2个女儿，天气还是那个天气，改变的是老婆婆的心念。这就是佛法里说的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您现在就像那位一开始的老婆婆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匮乏和恐惧上。很多人以为做父母的就是要不断的操心，这才叫负责任。但其实过度的操心是对孩子最大的不信任，也是在无形中消耗他们的福报。冯远端起茶杯，吹了吹热气。您想想，如果一个家族是一棵大树，长辈就是这棵树的树根，儿女是树干和树叶。如果树根每天都泡在焦虑、恐惧的苦水里，上面的枝叶怎么可能长得茂盛？怎么可能开出鲜艳的花？真正有智慧的长辈，不是去干涉，也不是去无止境的担忧，而是让自己这根树根安安稳稳地扎在清净、喜悦的土壤里。当您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心平气和，每天笑眯眯地去市场买菜，跟街坊邻居和气地打招呼，遇到事情不再抱怨，这就是您在为这个家注入最干净的血脉之气。陈阿嬷听着听着，眼眶有些微红。她想起了自己这大半辈子，确实从来没有一天真正放松过。她总是以为，只要自己多念几句，多管一点，孩子们就能少走弯路，却不知道自己的那些碎碎念，竟然成了孩子们无形的压力。冯师傅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做？难道看着他们遇到困难，我做妈的就不管了吗？陈阿嬷的声音有些哽咽，冯远递给她一张面纸，微笑着说：不是不管，是用祝福来取代操烦。当您心里又开始为儿子事业担忧的时候，您要在心里轻轻地踩刹车，您要在心里告诉自己，我相信我的孩子，他有他的福报，他有能力渡过难关。然后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，愿他充满智慧，愿他平安顺遂。阿嬷，您要知道，担心是一种诅咒，而祝福才是一种加持。当您把那份沉重的担忧转化为平静的祝福时，您发射出去的能量就是一道温暖的光。这道光不仅能照亮您自己的心，也能穿透空间，给您的孩子带来无形的庇护。那天早上，陈阿嬷在冯记木坊坐了很久。当她走出骑楼的时候，原本紧皱的眉头舒展了开来。早市依然喧嚣，但她听在耳里，
却觉得不再那么刺耳了。他迎面遇到隔壁巷子的张太太，没有像往常一样拉着人家抱怨家里的琐事，而是笑着说了一句：今天天气真好，买的菜也新鲜，真有福气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心念转变，几个月后，陈阿嬷家里发生了奇妙的变化，因为她不再每天追问儿子的生意，儿子反而觉得家里气氛轻松了，遇到瓶颈时，竟然愿意主动坐下来跟他聊聊心里话。儿子没有了背后的压力，做起事来反而更加沉稳，生意也慢慢有了起色。而那个原本总是不爱回家的小女儿，发现母亲不再催婚，也不再对她挑三拣四，回家的次数竟然变多了。有一次在厨房里，女儿甚至主动从背后抱了抱陈阿嬷，说了一句：妈，看你最近心情这么好，我真开心。没有激烈的争吵，没有刻意的改变，仅仅是因为这个做母亲的放下了心里的执念，收起了那份沉甸甸的操烦，整个家庭的风水就这样不可思议地顺了起来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心念的力量。我们常说要为子孙积德积福，其实长辈最大的德行就是拥有一个情绪稳定的晚年。长辈给晚辈最大的福报，就是不把自己的恐惧和焦虑强加在他们身上。在我们这个年纪，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，看惯了世间的起起落落，我们更应该明白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都有他自己必须要去经历的功课，有他自己要去了结的因果。我们无法代替他们去走人生的路，也无法替他们挡下所有的风雨。把自己的心修得像一池平静的秋水，不起波澜，不生杂念。当你每天早晨醒来，不再为了未知的将来而恐慌；当你坐在客厅里看电视，不再为了儿女的琐事而叹气；当你走出家门，对每一个遇见的街坊邻居都能报以一个真诚的微笑，你就已经是一尊在家修行的菩萨了。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祥和宁静的德行之光，不仅会让你自己百病不侵，身心舒泰，更会成为整个家族最坚实的能量防护罩。所以，让我们学习放下吧，把那些紧紧抓在手里的控制欲松开，把那些日夜纠缠在心头的瞎操心放下，相信因果，相信善念，相信你所爱的人都在他们各自的轨道上，被这个宇宙温柔地守护着。只有当我们真正放下了，我们才能腾出双手，去拥抱生命里每一个当下的平静与喜悦。而这份平静与喜悦，才是我们这一生能留给这个世界，留给后代子孙最珍贵、最无价的传家宝。各位朋友，听完了冯远的故事，不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触动？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我们今天讲的思念之声、血脉之气和德行之光，听起来好像有些玄妙，但其实它们就藏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起居里。如果你也想为逝去的亲人做点什么，如果你也想让自己的生活摆脱焦虑，找回平静，不用花大钱去办法会，也不用跑到深山里去修行。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在家里立刻就可以开始做这3项微行动。第一个行动，睡前3分钟的观心沉淀法，重塑你的思念之声。很多人的失眠是因为脑子里塞满了白天的烦恼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当你躺在床上，请你先做3次深长的呼吸，把今天工作的不顺利、对金钱的焦虑，甚至是操心儿女工作累不累、婚姻顺不顺的那些包袱，全部先放在房门外，然后在脑海中回想一件你跟逝去亲人之间最温暖、最开心的回忆，可能是一起吃过的一顿饭、
也可能是他曾经对你说过的一句鼓励的话，让自己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在心里默默对他说：我现在很好，请您放心。用这份感恩与平静取代原本的恐惧跟所求，这就是最顶级的思念之声。第二个行动，每天做一件专注的微小家务，活络你的血脉之气。现代人太容易精神内耗了，坐在沙发上刷手机，越刷心越慌，这就是气堵住了。从明天起，每天挑一件微小的家务来做，不管是洗碗、扫地，还是在阳台上浇花、摘菜，做的时候不要开电视听那些让人心烦的新闻，也不要听音乐，就是专注在当下的动作里，感受水流过手指的温度，感受抹布擦去灰尘的轨迹，观察一片绿叶上的纹理。当你全心全意投入在这最寻常的劳作中，你体内那些停滞的、焦虑的浊气就会被排出，你的血脉之气就会重新变得清澈流动，你传递给先人的能量就会是一股温暖的活水。第三个行动，日常的正语练习，累积你的德行之光。我们常说造口业，造口业其实管好自己的嘴巴就是最简单的积德。我们试着在接下来的1个礼拜里练习不抱怨，不口出恶言，遇到天气不好不抱怨，遇到塞车不骂人，跟老伴讲话的时候少几句挑剔的叮嘱，多几句体谅，去早市买菜的时候对辛苦称重的小贩笑着说句谢谢，每天有意识地去称赞别人一句话，说一句温暖的善言。你说出的每一句好话都在为你自己点亮一盏灯，这盏灯亮了，你阴间的亲人自然也就跟着沾光了。各位朋友，这3个微行动不需要你花1分钱，也不需要你去深山古寺里闭关，它们就藏在咱们最普通的柴米油盐里，在咱们每天的一言一行中。当你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，心平气和，不被外面的杂音打扰，这就已经是给祖宗最好的供养，也是给子孙最大的福报了。其实生死之隔从来都不是终结，而是存在的另一种延续。我们总是习惯向外去求神佛保佑，求祖先庇荫，真正的源头一直都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把你当下的日子过好，就是最高级的修行。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逝去的亲人，却可以用我们的生命状态去感受他们，滋养他们。这条连接阴阳两界的桥梁，不是用纸钱铺出来的，而是用我们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建立起来的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低谷，请你不要自责，更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办丰盛的祭祀就是不孝顺。你要知道，你过得好，他们便安宁；你活得光明磊落，他们便身处光明；你内心平和喜悦，他们就能感应到这份喜悦。我们能给逝去亲人最好的祭品，从来都不是金山银山，而是一个活得正直善良、充满生命力的自己。你若光明，你的家族、你的先人便永远不会染上黑暗。相聚是缘，今天你能看到这支影片，或许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指引。影片的最后，我想邀请所有的朋友在底下的留言区为你逝去的亲人，或是为你自己、为家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祈福。你可以写下愿逝者安息，生者平安，也可以写下任何你想说的温暖话语。当我们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里留下善念的时候，这个留言区就会凝聚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。这份纯粹的光明与温暖一定能穿透一切维度，传递给我们最爱的人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为您的内心带来了一丝平静与启发，
恳请您点击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您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继续传递温暖与智慧的最大动力。感谢您的陪伴，愿您端正己身，清净己心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